田老师，这个孩子叫什么？哦，我们都管他叫16号。16号。这孩子没名字吗？这个孩子自从进了我们收容站，一句话也没说过。不知道是天生的聋哑儿，还是有什么别的原因。总之，他姓什么叫什么，父母是做什么的，家在什么地方，我们什么都不知道。你也看到了，这个孩子就是这样，不愿任何人接近他。你在这儿干什么？没事儿，瞎聊。大喝下水了。周敏，周敏，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吗？帮我？如果有需要我的地方，告诉我好吗？你们刚才怎么都不在办公室待着呀？庄姐，帮个忙行吗？什么呀？我想把这个选题改一改，你帮我出出主意。没问题，等我有空吧啊。哎，你现在就看吧，我急着呢。你真行，你让我喘口气儿啊。能者多劳嘛。哎，庄姐，你快帮我看一看吧，帮我看看选题。我先看会儿报纸。小梦，你今天这么奇奇怪怪的，怎么跟平时不一样啊？今天不是不平常吗？今天怎么了？庄姐，你到底想不想帮我啊？真拿你没办法，我看。知道了吗？这么大爆炸性气门还能不知道？庄敏当初可真够背的，他那老师也太缺德了。那老师缺德，我看把庄敏的遭遇披露出去的那个人更缺德。就是，以后说话真得小心点儿。估计庄敏也没想到跟人说话会被录下来，还给贴到网上去了。你确认那是庄敏吗？那录音里不是有一句“因为你是庄敏”吗？庄敏是真够可怜的，你想想，这是什么好事啊？都过了10几年了，还被人拿出来说三道四的，多难受啊！
可能的世界，一个完全不可能的地点，被一个他认为完全不可能那样的人挑到了。庄姐，我们都很敬重你，你要挺住。庄姐，这是哪个混蛋干的？把他找出来，我们饶不了他。庄敏，这肯定是谣言，你根本不用往心里去。庄姐，天塌不下来，有我们在呢，我们跟你一起来辟谣。哥，这怎么回事？谁干的？诽谤！这是诽谤！哥，这是真的？我不信这是真的，这一定是假的。这是有人嫉妒我嫂子，恶意造谣诽谤。哥，你说话呀！这种时候多说无益。我嫂子呢？连你都不知道嫂子在哪儿？这件事对嫂子打击实在太大了，我怕她承受不住。我了解他，只要他自己不想垮，任何事情都击不倒他。你赶紧把他找着啊！要不然……现在你不是考虑这件事情的时候，你要集中精力，把公司的事情处理好。你嫂子的事儿我会盯着。可是没什么可是的，按我说的去做。怎么样啊？她老公怎么说？肖哥说，他也在等庄姐回来。这不全乱套了吗？等找出那个造谣的家伙，一定要让他付出代价。现在说这个有什么用？大家赶快想办法找到庄敏才是真的。庄姐会去哪儿呢？肖哥说，他相信庄姐很快就会回来的，让我们大家耐心等等。庄姐很快就会回来的。怎么样？还是没人接？嫂子到底去哪儿了？真是急死人了！你嫂子出走只有2个原因。哪2个原因？第一，她是想自己静静的待一会儿；再有，她一定是去做她该做的事了。别担心，她很快会回来的。
喂，哥，怎么样？没找着？嫂子不会出事的，她人那么好。我想啊，她一定找个地方想自己静一静。喂，什么？捞上来了？太好了，马上送去鉴定。哥，好消息，乘风号上的黑匣子已经打捞上来了。好，现在什么情况？我已经把黑匣子送到数据中心了，是什么结果还需要时间。让你过来看一下，这是我刚才捋的一个思路。哥，你认为应该从沈慧身上寻找突破口？是的。你是不是不能接受？但是关于乘风号的事，只有沈慧开口，才能搞清楚事实真相。一凡，你是个成年人，现在身上的担子又这么重，所以我希望你处理感情的问题要用理智的方法。我们两个人之间不要争吵，多余的话我也不想再说。你就把我以前跟你说的话，冷静的好好想一想，一定没错。好，我试试。你果然长大。哎，对了，哥，有我嫂子的消息吗？目前还没有，但是我想她很快就会回来的。你有那么大把握？我在盼着她回来，大家都在盼着她回来，她心里会有感应。我派几个人出去找找吧。不用，她不喜欢这样，我了解她。去忙你该忙的事。我想，大家都知道最近发生的事了。庄敏是个好人，小蝌蚪基金会是他一手创建的。他为了这个基金会付出的心血，我们大家都有目共睹。没错，我体会最深了。基金会走到今天，付出心血最多的就是庄敏。现在庄敏虽然下落不明，但是我们的基金会不能垮。我们这些人要把基金会该做的事情继续做好。我坚信，庄敏不会有事的。我想，我们应该为庄敏做点什么。最实际的事情就是实现我们的救助计划，帮那些孩子们尽快找到自己的家。大孔雀，大孔雀，小孔雀想你了，你什么时候来呀？庄姐姐，蒋文，怎么是你啊？庄姐姐，我都找了你好久了。找我？什么事儿啊？我去你台里找过你，网页我也看到了。他们说，不知道你去哪儿了。所有的人都在为你着急。我说，
我一定可以找到庄姐姐的。你看，我现在不是找到你了吗？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啊？我都不知道我自己怎么会到这儿来的。我想你一定跟孩子们在一起。东平孩子们待的地儿，机会都找遍了。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吗？我想当面告诉你，那个已经成为过去的阴影，影响不了你。就算人言可畏，你也不应该放弃。你应该相信社会，相信自己，让那些伤害过你的人，在你的面前感到羞愧。你笑什么呀，庄姐姐？我哪儿说的不对吗？你说的很对，这些话都是我过去跟你讲的，你现在反过来用这些话来安慰我吧。因为你这些话是对的，你的这些话曾经让我鼓起了生活下去的勇气。你放心吧，我不会放弃的。谢谢你，家人。那你现在还要到哪儿去？接着为孩子们多做点事吧。那答应我一件事好吗？什么事儿？回到大家的视线里了。你不知道有多少人在为你担心。放心吧，我会的。你在你的博客上贴了什么？我贴了一段录音。什么录音？是我没来得及对你说完的话。为什么贴在博客上？你说过，我要是有话对你说，用什么方式都可以。可你为什么连嫂子的遭遇也一起披露出去了？你知道这样做的后果吗？我把大嫂的遭遇披露了？不可能啊！在你贴的那段录音之后，就是嫂子的一段话，讲述的是她10几年前的遭遇，你会不知道？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我跟你说的都是真的。因为那个女孩就是我。我不是有意的，我发誓。你现在说什么都晚了。有人把你贴上去的录音做了剪辑，在媒体上四处散播。从那天起，嫂子就不见了，谁也不知道她去了哪里，谁也不知道她还会不会回来。对不起，我不知道会是这样。你岂止是对不起她，你是在毁她。我真的不是有意的。我发誓。你发誓？你发誓有用吗？看来，我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弥补我的过错了。
你要去哪儿？我要去他早去过的地方，我要向他谢罪。盛慧，别过来，求你。一航，来的正好，我解释不清楚了，帮个忙。啊，好了吧？我也需要解释吗？想知道我去哪儿了吗？当然想，但是我不会问。看了屏幕上那些东西，我一下就懵了。我不知道我该去哪儿，不该去哪儿。后来，我就不知不觉走到了孩子们中间去了，把附近几个收容站都走了一遍。我才知道，那些孩子需要我的帮助，然后我就回来了。我就知道你是最坚强的，只要你不想垮，谁也搞不垮你。说那些孩子需要些什么帮助，我很愿意做你的助理。你到底在躲避什么？能告诉我吗？我已经对你说过了，我已经不是原来的我了。你不用说了，那不是你的错。我对你的一切都没有改变。我这样说，你心里会好受些吗？我永远也好受不了。发生了那样的事，我倒觉得轻松多了。你这是什么意思？发生那样的事儿，你反倒轻松？因为发生了这件事，我就可以就此远离你。不然的话，我说过我会永远对你好的。你还要我做什么？把那人杀了，或者别的什么？不管要我做什么，你告诉我呀！别对我这么好，行吗？为什么？你越是对我好，我心里就越难受。为什么？你告诉我为什么？因为我做了太多对不起你、对不起你们家的事。是吗？那你就说给我听听，我想知道。好吧，我就把我做过的事都原原本本告诉你。
我希望你就是再痛恨我，也让我把话说完。好吧，我听着。鹏鹏被人拐带走失，就是我一手策划的。我安排向警方接近庄敏，进入了萧家。我去远航公司应聘，到了你哥哥身边。今天是你女儿的生日吧？这是我送给她的礼物。你怎么知道今天我女儿过生日？我删掉了你论坛上的照片。电脑用的还挺溜，回头把你 QQ 号告诉我，我也可以帮你找。我通过网络，在你的电脑上种下了木马，从而获得了你电脑的控制权限。先删除了你贴在论坛上的向警方的照片，之后又直接导致了你电脑系统的崩溃。我通知石大海，躲开了你哥哥和大嫂的追逐。别跟我废话了，他们马上就到了。带着孩子，带着你们所有的东西啊，不要留下任何蛛丝马迹，快点走。我写了字条，让员工向你哥哥发难。我在家玩去，我在这儿最想来了，你看没我这谁也不知道，我没有讲你看是吧？我说服了你哥哥买船。我觉得我们现在应该考虑一下，考虑周期短、见效快的项目是吗？是的。可我万万没想到鹏鹏会出事，没想到陈峰浩会沉默。我做下那些事以后，所有的后果我都万万没想到。我该说的话都已经说完了，你要恨我，就尽情的恨吧。你告诉我，为什么？你为什么这么做？好吧，我马上就告诉你。这就是原因吗？人们都说我父亲是自杀的，可我知道不是。他原来确实有过难以启齿的过去，可到他去世之前，他已经是那个行业里举足轻重的人物了。他怎么可能自杀？他没有自杀的理由。那你认为你父亲是怎么死的？他一定是被人害死的。被人害死的？对，我敢肯定，他就是被人害死的，所以我要为他报仇。你做下那么多错事，都是要为你父亲报仇吗？对。你让人拐带了鹏鹏，设下圈套，导致远航公司几乎破产，难道都是要为你父亲报仇吗？对。你父亲的死跟我们家有关吗？你真想知道吗？当然想知道。
而且你今天必须告诉我。好，我告诉你，害死我父亲的人，就是你的哥哥萧一航。我哥害死了你父亲？这不可能！你有证据吗？我没有证据，可我知道就是他。我问过我父亲身边的人，他们告诉我，我父亲去世以前见的最后一个人就是萧一航，只能是他。你没有证据能证明是我哥害死了你父亲，那完全是你的臆想。你凭着臆想，害得我们家家破人亡。我是做过很多错事，并且我知道自己错了，我正在尽力弥补我的过错。可你一定要知道原因的话，那我就再一次告诉你，是因为你的哥哥萧一航害死了我的父亲。我做下那么多错事，全是为了向萧一航报复，全是为了替我父亲报仇。你换个角度想一想，如果你知道有人害了你的父亲，害死了你的父亲，你会怎么样？你会怎么样？我哥不可能做出那样的事，他不是那样的人。是不是那样的人？做没做过那样的事？你去当面问他吧。我把鹏鹏所有的照片按日期编了个相册，你给起个名吧。就叫《小孔雀日记》，怎么样啊？不错，《小孔雀日记》。进来。一帆，你来啦？怎么了？干嘛呀？脸拉这么长？嫂子，哥，我找沈慧谈过了，他想寻短，我把他拦住了。他跟你说什么了？他把一切都告诉我了。一切。所以你就来这儿了。有什么问题？哥，我想问你一句话，你必须如实告诉我。是他让你来问的吗？不，是我想问。说。沈慧的父亲是不是你杀的？这个问题你嫂子也问过很多遍，我现在再一次的告诉你，马平原不是我杀的，我没那么傻。那他到底是怎么死的？公安局已经早有了结论，是自杀。自杀？自杀。一个人好端端的，为什么要自杀？这说不通啊！你怎么知道就是好端端的呢？他好端端的为什么要自杀？他自杀之前都做过些什么？他为什么要选择自杀？沈慧都跟你说过吗？这些他怎么会知道啊？他父亲生前都做过些什么事情，连他自己都不知道。他为什么还要费尽心机让我们全家人遭受这样的一个遭遇？你为什么到现在还站在他的立场上说话？哥，
那你总该告诉我真相吧？我难道不该知道吗？一航，现在是说清楚真相的时候了。对我、对一帆、对沈慧、对咱们这个家，还有以后的日子，都非常非常重要。好，那这样，你把他叫来，我当着你们所有人的面，告诉你们关心的那点事。今天在座的每一位，都对同一件事情发生了兴趣，想知道这件事情的真相。好，趁大家都在，我就把这件事情的原原本本都跟你们讲一遍。的确是应该到了让大家知道真相的时候。事情发生在马平原在国外的赌场豪赌，并且输得一干二净之后，马平原的赌资是挪用了巨额的公款。你说我一个职能部门的工作人员，我拿什么钱来补这个窟窿？你说过2天审计部门的人要来查账，我要不赶快拿到这笔救命的钱的话，我马上就要变成鬼了。你说一个要变成鬼的人，他什么事还做不出来呢？他为了逃避责任，想尽快的填补上这个窟窿，于是就需要这一大笔钱。就在这个时候，他脑子里想起了一个人，一个在中学时代被他强暴过的女生。你放开他，魔鬼！他在这个女生毫无察觉的情况下，卑鄙地拍了她的裸照。喂，哪位啊？您是庄敏吧？对，我是。请问你是哪位？在你的桌上有一个快件。你给我200万，我把底片给你，这样你在你老公的心里边还是冰清玉洁的。他想这些照片足以能够让这位女生在13年以后继续屈从于他的淫威。于是他翻箱倒柜找出了这些底片，企图要挟这位已经成为了成功的电视台节目主持人的女生，想得到这笔钱，填补上窟窿，逃避法律对他的追究。你不怕我？难道你不怕天理？赵敏，我早就不怕什么天理了。我跟你说吧，我不想跟你鱼死网破，我还想跟你留一条活路啊！只要你给我钱，给够了我的钱，那咱们以后就各走各的路，井水不犯河水。如果你不给我钱的话，我就让天下所有的人都知道，端庄贤淑的庄大主持人不
穿衣服是什么样。那他到底是怎么死的？接下来我就想告诉大家他是怎么死的。整个过程都有目击证人，所以你们不必怀疑他的真实性。肖总，你好啊。那他到底是怎么死的？接下来我就想告诉大家他是怎么死的。整个过程都有目击证人，所以你们不必怀疑他的真实性。肖总，你好啊。还挺准时。收钱再不准时，那就是给脸不要脸了。你既然给我脸，我能不好好兜着吗？不着急，都是你的东西，跑不了。咱们应该把总账算一下，再数钱，不迟。算总账？算什么总账？你恶贯满盈，还不应该算一算总账吗？我恶贯满盈，好，就算我恶贯满盈，但也轮不到你来帮我算。我跟你算，总要比有些人跟你算好得多。你什么意思？你主管的案子今天都撤销了吧？你怎么知道？我怎么知道的？这个问题重要吗？你现在应该好好想一想，想一想明天该怎么办。是不是有一些不祥之兆？感觉厄运要临头了？没错，我现在可以明确地告诉你，你马上就要完蛋了。你得好好的想一想，你剩下的那些日子应该怎么办？你在威胁我？早了点吧。咱们还是说说庄敏的事情吧。这个不想要了吗？什么东西？底片。庄敏的底片。底片。你觉得我对这个东西很有兴趣吗？那好，明天我就把那一幅照片到处散发，我要让全城的人都知道，都看一看我们庄大主持人的玉体风肌。你闭上你的臭嘴！从现在开始，我不希望从你嘴里再提庄敏这2个字。你知道我特别想干什么吗？现在，我想抽你。
但是我不想脏了我自己的手。马平原，你知道你为什么又可悲又可恶吗？就因为你不仅仅无耻，你还很无知。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电脑时代。随便要合成一张像你这样里面的照片，或者比它更不堪入目的东西，不要1分钟的时间就可以做到。你认为全世界人都能相信这是一张真的照片吗？不是电脑合成的？一张电脑合成的照片就能让一个人身败名裂吗？你的想法太幼稚，太可笑。我要让所有人都知道，这是一张真的底片。好，即便是真的，它能证明什么？除了能证明你犯下的不可饶恕的罪行，什么都不能证明。你不要以为这张东西就能毁了庄敏。你公布了这张照片，引来的是全社会对庄敏的声援和同情，招致的是对你的声讨，对你的谴责，是法律对你的制裁。你希望看到这样的结果？啊？我实在是不明白，为什么一个死期临近的人对钱还这么感兴趣。想数？来数一数吧。这是什么？你的体检报告。你一定知道你的身体状况，但是你不知道你还能活多少天。你看完这个报告，你可以数一数。再看看这些，这些材料都记录了你的累累罪状：挪用公款、收受贿赂、贪赃枉法。这些材料足以能够让你宣判10年以上的徒刑，死刑。不用撕，这些都是复印件。原件我已经交给了你的顶头上司和有关部门，他们先于你之前看到了这些东西。你是什么人？你？我是替庄明来惩罚你的人。马平原，我刚才一路过来一直在想，此时此刻你到底应该做些什么？我能不能给你一个建议？你应该从这儿消失，消失在这个茫茫人海当中，这是对你最好的选择。你想人死了就是一了百了啊，你不用再接受那些调查，你的家人也不用因为你而担负那些骂名。跟这些事情都有关的狐朋狗友，因为你的死可以延缓他们被追究的时间。你想多好？你这样的一个生命在消失之前，还能为这些人做一件好事。我不管，反正我活不了多久了，无所谓。不是无所谓，而是相当的有所谓。你得的不治之症，离你的死亡还有一段时间，但是法律对你的制裁，远远要比病魔对你的制裁来得早。你想一下，你那些可怜的余生，就那些几天，要在铁窗下度过，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日子？生不如死啊！你还活着干什么？你这活着就是活受罪。你在逼我自杀？你错了，我在帮助你自救。像你们这种人，我太了解了，有一个算一个，个个都是贪生怕死。但是你们的逻辑我也清楚，好死不如赖活着，没错。但是现在对于你来说，死是最好的归宿，你不要再抱有任何幻想了。鼓起你的勇气，就这一瞬间的事儿。我希望不要因为你的苟延残喘而让你的家人生不如死，这样你的灵魂就永远都得不到宽恕。我不想再见到你。我想这个世界所有的人
都不想再见到你了。你好好想想吧。晚安。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一个恶贯满盈的人选择了逃避惩罚，解脱自己的最好的方式，而他的女儿却选择了非常极端的方式来报复这个被他父亲蹂躏和威胁的女生以及她的家庭。我想这个女儿一定不知道她父亲生前都做过些什么，但是她以她的方式让这个家庭蒙受了一次更甚一次的磨难，而这些磨难的制造者就是你，沈慧。我承认我做过的一切，我从内心向你们道歉。我不知道用什么样的言语来表达我内心的歉意。现在你们能听听我的想法吗？我听说圣人说过，以德报德，以怨报怨。在我不知道我父亲是个什么样的人，做下过什么样的事之前，这个想法一直支配我。我以复仇的方式来抚平我内心的怨恨。我必须得纠正你一下，圣人的原话是以德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一直是我们这个民族最崇尚的美德之一。以直报怨的意思是什么？知道吗？这个直是希望我们耿直直率，用我们最真诚的宽怀来面对那些施怨于我们的人。如果像你说的那样以怨报怨，那这个世界永远是冤冤相报，争斗不休。盛慧，你看你就记错了这一个字，你却办错了那么多的事儿，大错特错。我早就知道我错了，我现在知道了事情的真相，我更知道我错了。现在我请求你们，给我一个机会，
我想为我自己做一件事。为你自己？怎么叫为你自己呢？为了我自己能够得到宽恕。你说到宽恕这个概念，我想谈谈我的看法。我们能宽恕的是过失，而不是罪恶。从某种意义上讲，如果我们宽恕了罪恶，那同样也是犯罪。宽恕是爱的前提，爱才是宽恕的结果。我想我刚才说的这个意思，不光代表我自己，同样也代表了庄敏、一帆，是不是这样？好了，这件事情永远结束了。我希望我们都走出这个阴影，创造今后的生活。如果只能用复仇的方式才能够改变一切的话，那这个世界早已经充满了血雨腥风了。只有内心充满了爱，我们才有力量宽恕因为过失而伤害了我们的人。你好，你说呢？我还是那句话，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我们永远不要期待着别人来宽恕我们的那一天。但是人非圣贤，都有过失。请求别人宽恕自己过失最好的办法，就是用实际行动去弥补你的过失。亡羊补牢，永远都不晚。我不知道如何才能得到你们对我的宽恕。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去弥补我犯下过的错误。我会的，我会让你们看到的。太阳都快落山了，我想明天的朝阳还会再次升起，而且一定比今天更灿烂。孩子们，起床了，起床了！穿合快，穿鞋，看谁的动作快，起来去洗脸刷牙。这边的，快起来，起来，起来！动作快一点，赶快，赶快！16号，起来呀！16号，大家都起来了，怎么你还躺着呢？快快快，快去洗脸。16号，16号还不起床？起床了。发烧了，孩子，16号，醒醒，醒醒！孩子，醒醒！请进。
进。袁哥，秦律师。肖总，海事局的鉴定报告出来了，鉴定结果很清楚，这艘船在大修中更换了电脑操作系统软件，是从国外引进的，号称是最新的，但没有在我国主管部门注册过，更没有主管部门签发的产品合格证。所以，因这样操作系统失灵而酿成的惨祸，保险公司有理由不予赔偿。但是有了这份报告，我们完全有理由起诉刘大峰。我想知道的是，操作系统究竟出现了什么问题？到底是不是有人在里边安装了时间炸弹？那就要仔细再研究一下黑匣子里的数据了，看能不能有新的发现。对，我们要找出事故背后的原因，把事故背后的黑手挖出来。事实已经很清楚了，系统是装了时间炸弹，而且是设计者自己安装的。系统运行到他设定好的时间以后，时间炸弹起爆，造成整个系统瘫痪。这是对黑匣子里的数据进行分析以后得出的结论。至于设计者到底出于什么目的，目前还没有足够的证据得以证明。这么说来，刘大峰和我哥一样，都是受害者。如果刘大峰不知情，他可以算作一受害者；但是如果他不但知道这件事儿，而且故意隐瞒事故隐患，把船低价卖给我们，那他可就是故意的了。哎，我们可不可以这样假设：刘大峰知道了乘风号的问题，于是急于想脱手，而高学成竭力撺掇刘大峰把乘风号卖给我们公司，以达到其搞垮远航的目的。这只是一个假设，需要足够的证据证明才行啊。问题是我们现在没有确凿的证据，抓不到他的把柄。对，进来。你来干嘛？乘风号的事，从始至终与高学成有关。我愿意做污点证人。我知道高学成绝对不会承认，是他一直在幕后，极力促成乘风号转让的事。当初刘大峰知道船有问题，就想把船出手。高学成只是答应帮他一个忙，可是后来事情一开始进行了，高学成就想把船卖给远航公司，目的是搞垮远航。我就是受高学成的指使，才来到远航的。当我跟肖总近距离接触之后，我非常犹豫。我知道我不能再做高学成的帮凶。我一直在想尽办法，我劝肖总不要买那条船，可是已经晚了。现在只有我才能证明高学成与乘风号事件的关系。我愿意出庭作证。肖总，我去准备一下资料，捋清思路后，找沈小姐详细谈谈。我全力配合你。好，行。看来这事儿要想彻底解决，只能靠你了。我必须这么做。
一帆，我知道你现在在想什么。我没想害鹏鹏，我没想害任何人，我只是想发泄一下我内心的愤怒。我知道我已经错了，我犯下的错误就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我控制不了。鹏鹏出事以后，我每天都在痛苦中煎熬。我悔呀，我不想再报复任何人。现在一切都已经发生了，我想做我能做的事情，不然我整个身心永远也得到宽恕。一帆，给我这个机会吧。乘风号事故一事，远航公司已经准备诉诸法律。我的律师事务所代理远航公司对大丰公司提起诉讼。现在就与此事有关的一些问题向你提问。这是远航公司的律师函，请你认真阅读。你们什么意思？你们买了我的船之后出的事，跟我有什么关系？你上了别人的当，不想着依靠法律来保护你的权益，反而想通过不正当手段把祸患转嫁给他人，这能说跟你没关系吗？你什么意思？我听不懂。请不要自作聪明。1年半以前，你请了外国专家 James 为乘风号做过一次大修，主要内容是更换操作指挥系统。James 为乘风号专门设计了一套指挥程序，你也非常满意，是这样吧？对乘风号进行大修，更换指挥操作系统，有什么问题吗？当然没问题。问题在于 James 完成更换系统的工作之后，突然向你提出了限期增加报酬的要求，你完全不能接受，拒绝了 James。于是 James 不辞而别了。他走以后，你就四处托人帮忙寻找买主，急于在 James 提出的期限之内低价出让乘风号，这是为什么？不为什么，我不想要乘风号，就这么简单。依我看，没那么简单。有些设计软件的人为了牢牢抓住使用者，采取了一种不法行为。他们会在自己设计的程序里安装下一种时间炸弹，然后告诉用户程序的使用期限，迫使用户必须依靠设计者来对程序进行有偿更新。如果用户超过了这个期限，而没有按照设计者的安排进行有偿更新，那么程序里的时间炸弹就会爆炸，造成整个程序的瘫痪。你发现 James 拿走了全部程序设计资料，不辞而别，于是你怀疑 James 在程序里安装了时间炸弹，于是你就想急于转让乘风号，把祸患转嫁给他人。乘风号在操作过程中，指挥系统突然中断与各系统之间的链接，造成整个系统瘫痪，直至事故发生。原因就是时间炸弹起爆。你们从哪儿知道这些事的？这是通过对黑匣子里数据进行分析以后得出的结论，是经得住法庭调查的事实。老话说得好，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纸里包不住火，没有不透风的墙。我们想知道这些事实并不是很难，但你在我们了解了这些事实，并且准备提起诉讼之后，还不愿意跟我们合作，那你以后想替自己解脱困境，就很难了。你本来也是一受害者，但你有意隐瞒事故隐患，把船低价出售给远航公司，并且对事故调查采取不配合态度。我们不能不认为你也是高学成设计坑害远航公司行为的帮凶之一。你们这是无中生有，你们有什么证据说我是高学成的帮凶？证据我们当然有，但有一点，我们到底认定不认定你是高学成的帮凶，要取决于今天我们的这次谈话。我开这么低的价格出让乘风号，已经赔进去血本了。如果你不合作，你赔的还会更多。我再问你最后一个问题，你愿不愿意跟我们合作？我已经够倒霉的了，何苦再雪上加霜呢？这件事发生以后，我的本意是想让高学成帮我一个忙，把乘风号尽快出手。至于乘风号什么时候出事，会出什么样的事，谁也不知道。这些底我都交给高学成了，然后他就不让我插手了，一切事情都由他自己处理，我就等着拿钱卖船就行了。那你愿意出庭作证吗？愿意。进来。高总，肖云凡想要见你。高学成，你忙去吧。肖总，今天又想拿什么来教训我啊？高学成，以前我只觉得你是个没本事的人，现在才发现，你不仅仅是个废人，还是个小人。怎么着？吃了火药，到这来撒野来了？你看清楚了，我这是大城，不是你撒野的地方啊！高学成，你让刘大峰把废弃船改装成二手船，你明知道那船一出海就会沉没，你还让刘大峰卖船给我们，这是什么罪名？自己好好想想。你胡说八道什么呢？我根本就听不懂。你听不懂不要紧，律师听得懂就行。你别想还能继续装疯卖傻。刘大峰已经把事情全告诉我了。肖一帆，你太可笑了，连这么不靠谱的事你都想得出来。我当初是错看你了啊！你应该写小说去，你开什么卡车呀你？靠不靠谱你自己心里最清楚。刘大峰已经把你和他的勾当都告诉我了，你就等着法院的传票。哎，肖一帆，你别傻了你，控告人是需要有证据的，啊，你没有证据，你告个屁呀你！你拿不出证据来，你的话就完全是胡说八道，没有人会相信你。再说了，不管刘大峰说了什么，是他的事儿，关我屁事啊！是你唆使他干的这一切，你才是幕后主使。轻易不要下这种结论，凡事要有根有据。刘大峰狗急跳墙罢了，临死想抓个垫背的，我像那个垫背的吗？啊！我还会再来找你的，随便。鹏鹏，
怎么样？是他吗？田老师，我知道这个孩子的妈妈在哪儿。真的？我会帮他找到妈妈的。那你快告诉我，他妈妈在哪儿？田老师，我想亲手把这个孩子交到他妈妈手里，到时候我会跟你联系的。那到底是什么时候啊？我需要安排一下，要不后天？后天？不行不行，我们这里有一个孩子，小蝌蚪基金会帮他找到了妈妈。后天基金会举办一个走失儿童认领仪式，到时候基金会把各个收容站找到妈妈的孩子都集中起来，一起参加这个仪式。我得到那儿忙去。这事儿太好了，田老师，我倒有个主意。什么？你应该给基金会提个建议，这样的仪式对每个孩子来说都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应该把所有收容站的孩子全部集中起来，一起去参加这个仪式。你要知道，有的孩子可能这一辈子都会记住这个盛会的。沈慧，是要去自首吗？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我做的事就应该我承担。我会照顾你母亲的。谢谢。有件高兴事告诉你，鹏鹏就快回来了。喂，小蝌蚪救助中心。啊，小田老师啊，有事吗？让全市各救助站的孩子们都来参加认领仪式。哎呀，时间太紧了吧？啊，没关系，我们大家想想办法，办得越红火越好。哎，好，再见啊。是西大路的救助站的小田老师，他提出让所有收容站的孩子们都来参加认领仪式。这主意真好，对于每个孩子来说，有可能能让他们一辈子都忘不了。你说的话跟小田老师刚才说的一模一样。那我们开始准备吧。你是做节目的专家，你指挥，我来安排人员。先去看看场地。行啊，走。行，肖一帆，你比你哥哥还胆大，你连我都敢告，不就是个传话问讯吗？你看着啊，待会儿我怎么从这儿走进去的，我还得怎么从这儿出来。那可要看你本事了。就冲你犯的这么多事儿，我估计没那么快。你说呢，秦律师？冲高总现在这个岁数，还不至于一辈子出不来。哎，你们远航公司的人呐，都跟香油一行一样，说肉烂嘴不烂。
让！来！警察了不起啊！你可真是，到哪儿都那么大脾气。时间到了，请报高总。用你催我呀？要是里边人出来催，恐怕就没有我这么客气了。走吧。带路。孩子们注意了！孩子们注意了！你们的爸爸妈妈们来了，快出来呀！是4个走失儿童救助工作站的孩子们欢聚一堂，一起感受这激动人心的时刻。我受基金会委托宣布，小蝌蚪走失儿童救助基金会首届走失儿童认领仪式现在开始。走失儿童救助基金会的发起人庄敏女士为大家讲话。